2022年，世界上最贵量产电动车诞生，劳斯莱斯闪灵凭借575万的起售价夺得桂冠。最大马力1020匹，100公里加速2.6秒 ，CLTC 续航664公里，特斯拉 X Plaid 的性能参数碾压闪灵，但价格却只有它的18.4%，这不禁让人疑惑：近1万元1公里的续航，为什么会有人买？你知道吗？人家根本不需要在意续航，只要能从家到公司就完全够了。就算是 V12的 RR， 满油满电续航也就515公里，也没有车主去定制更大的油箱增加续航。况且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，车主们也是反复和 RR 强调，闪灵必须得先是一台劳斯莱斯，才能是一款电动车。毕竟劳斯莱斯 CEO 托斯顿·穆勒乌特福斯说，平均每位 RR 车主都有7台车。但是问题又出现了，在 V12时代，买一台劳斯莱斯需要交关税25%、消费税40%、增值税13%，所以才撑起了当下 RR 超500万的起售价。但是在电动车时代，没有了消费税的存在，按照7.2的汇率以及税费算下来，闪灵的真实价格应该在427万，但还是远远低于575万。所以为了不拉低品牌形象，RR选择将部分其他地区需要选装的配件在中国区进行标配，来保持闪灵的价格在 RR 可接受范围内，这也为后续其他高端电动车进入中国市场树立了新的方向。虽然闪灵的价格确实很高，但是在 RR 的体系当中，确实是一台性价比很高的车型。和燃油车型一样， RR 的核心部件依旧来自于母公司宝马集团。闪灵的整个电动系统都与即将上市的 i7 M70 一致，方形电池，前电机190千瓦，后电机360千瓦，其后电机相比于 xDrive 60的功率密度提升了25.5%，来到2.41千瓦每千克。所谓功率密度，指的是电机额定功率与电机整机重量的比值，即单位重量对应的功率大小，反映的是电驱动系统的设计水平。这块电机隶属于第5代 eDrive 系统，搭载在现阶段 i4、iX、iX3、i7 等车型上。这款电机的特点在于区别市面上主流的无刷电机，采用了有刷电机。有刷电机是最古老的电机类型，有刷电机里有一个叫做电刷的部分，通过物理接触来传输电流。你可以将其理解成一支绘画的铅笔，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必须修整一下，用刨笔机重新削尖才能继续使用。虽然电刷会因摩擦产生磨损，可能会降低效率，需要定期维护，但是因为制造简单、成本较低等优势，所以大面积使用在成本敏感、对效率和寿命要求不太严格的产品当中，像是小型家用电器、玩具等场景中。无刷电机去除了电刷，使用电子设备来控制电流，不需要物理接触，有点像 iPad 和 Apple Pencil， 不需要物理接触来传递讯号。相比于有刷，它们不需要维护，也基本不产生物理磨损。除了被新能源车型广泛使用外，在高端工业自动化机械、医疗设备等产品中也非常常见。缺点是成本较高，因为无刷电机的核心在于永磁材料，即一经磁化既能保持恒定磁性的材料。铝铁硼是最常用的永磁材料之一，由铝、钚、镝3种稀土元素组成，对改善电机的动磁性、耐热性、延长寿命、降低噪声等方面有较大的帮助。中国占据稀土世界存储总量的37%，达到4400万吨，这也是国内为什么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原因之一。而宝马也是因此放弃了相对先进的无刷电机，采用了有刷电机。但是据宝马称，它利用尖端密封技术，通过将电动机封装在一个容器中，消除了灰尘污染驱动子内部和电刷与转换器接触时引起的电线损耗，从而延长有刷电机的寿命。具体宝马是否解决了这些问题，就交给未来的事实了，当下不做评判。整个第5代 eDrive 系统从产品命名的角度划分，可以分为3类 E、X、M。这套系统从电机功率划分，可以从单电机90千瓦的入门纯电车型覆盖到单电机300千瓦以上的高性能纯电车型。从电池种类划分，可以适用轿车、轿跑、SUV 自家的主流纯电车型。从架构上分，可以适配4驱纯电动、后驱纯电动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，平台化程度非常高，以至于宝马集团的大部分新能源车型用的都是这套系统。但是据说宝马集团预计在2025年的第6代电动汽车电池中采用圆形电池，继续由宁德时代等供应商供应。这些电池的直径为46毫米，高度分别为95毫米和120毫米。120毫米高的电池专为跨界车而设计，而95毫米高的电池则适用于小型车辆，完美适配了全新设计独占的全电动 New Class 架构。除了新设计外， New Class 电池组的电压也提高到了800伏。其中一个好处是，这种较高的电压可以加快直流快充站充电的速度，电流强度可高达500安培，这使得从10%充电到80%的时间缩短了约30%。但是闪灵并不会搭载第6代系统，同样是听取了 RR 车主的建议，因为闪灵并不是他们的第一台电车。在买闪灵之前，他们家中或公司中已经安装了当下主流的
400伏架构，而车主们更希望闪灵与他们的生活相匹配，而不是改变他们的充电方式。所以如果是你会选择最前沿的技术，还是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匹配的技术？虽然这套系统的平台化程度非常高，但凡事都有例外，比如那个 Mini， 因为电动化的 Mini 将由长城负责。对，没错，是长城，不是华晨。2018年7月，车圈发生了2件大事：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，宝马与长城成立合资公司光速汽车落户江苏省张家港，总投资额50亿人民币，共同开发 Spotlight EV 平台。该平台预计至少生产3款车型，目前公布出来的为 Mini Cooper E、Mini Cooper SE， 长城的车型还是个谜。为什么不是华晨呢？从表面上看，2018年 BBA 中的奔驰和奥迪在中国都有2个合作伙伴，唯独宝马这边只有一个华晨，略显吃亏。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点，将时间拨回到2018年初，英国下院通过退出欧盟法令，5月或上院通过，6月英国女王签署并生效，这将导致英国无法享受欧盟的政策。但这又和 Mini 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看一组数据：2022年 Mini 全年营收56亿美元，宝马集团营收1530亿美元，仅占宝马集团总收入的3.66%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是因为在宝马的定位里 ，Mini 本身就不是拿来赚钱的，更多的还是向用户输出英伦文化和调性。德国向世界输出英伦文化，总感觉怪怪的。英国牛津工厂在车迷心中是块圣地，无论如何，宝马都不可能放弃英国工厂，所以找上了长城。至于为什么不和华晨合作，以及对于此次合作，华晨为什么一声不吭？毕竟大众宣布和上汽合作的时候，一汽的经销商可没少闹腾，因为华晨根本不敢造次，没有宝马，华晨啥也不是。2017年，华晨集团净利润43.76亿，而华晨宝马对华晨集团纯利贡献增至52.38亿，意思就是华晨集团非但不挣钱，还需要华晨宝马救济8.62亿。最终也就是得出来一个非常荒谬但现实的结论：没有宝马，华晨集团的存在感为负数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华晨毕竟是家里的老大，于是，在宣布和长城成立合资公司之后，转头就和华晨签署了一份长期协议，也就是宝马的首台纯电车型 iX3 将由华晨生产并出口到全世界。接着收回 Mini， 因为信仰不能丢，所以只能另寻他法，于是就出现了光速汽车。而且在我的深挖下发现，光速汽车是拥有制造出口燃油车资质的。或许以后除了电动 Mini 以外，随着未来英国工厂的成本提升，Mini 的燃油版或许会逐渐转为国内生产，然后出口再进口回中国。并且这家工厂的落地选址也是非常的有针对性。如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新能源制造大国，那么光速汽车选择了张家港所在的长三角地区，那就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明珠了。除了有上汽、特斯拉这样的整车龙头企业外，长三角还有博世、大陆财富、宁德时代、米其林、普利司通等一大批零部件重头企业，聚集着超过半数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的总部及其部分工厂。全球前10大零部件集团中的中国总部有9家均位于上海。据新华社报道，在长三角地区，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配套零部件的供应。上海提供芯片、软件，江苏常州提供动力电池，宁波提供一体化压铸机等等。特斯拉副总裁王浩、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都说过，这是一块新能源宝地，所以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电动 Mini 以及长城的这款电车的，不会差到哪里去。闪灵对于 R2 来说也不是第一次尝试做电车了，早在2011年3月 ，R2 就推出过一台实验性的电动车 102EX， 它也是世界上第一辆面向超豪华级别的电动汽车，为的就是探讨纯电车型的可能性。相比于闪灵来说，102EX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油改电。102EX 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90千瓦，扭矩可达800牛米，这和当时幻影的参数基本一致。102EX 的电池组由5个非常不规则的模块组成，以不同的方向排列在一个不规则的单元内。这是因为 102EX 简单粗暴地将6.75升112发动机和6速变速器移除后剩下的空间，塞上了锂电池组和2个安装在后悬挂上的电机。而这一套杰出的动力系统正是由路特斯工程负责开发的。这个路特斯工程可不简单，为了方便大家区分，路特斯汽车我就称之为莲花，路特斯工程就称为路特斯。莲花就是那个 Elite、Emira、Evaya 的汽车公司。路特斯真的就是啥都干，造车有困难，找路特斯那就对了。路特斯的主业务分为3大板块：经验、平台、动力学。最著名的几台车，马丁 V12 Vanquish。据 Car and Driver 的报道，阿斯顿马丁在最初的 V12 Vanquish 上求助路特斯，并对该车型产生了重大影响，但具体是什么改动并未曝光。科尔维特 ZR1， 通用希望打造终极版的科尔维特 ZR1时，路特斯将雪佛兰小型 V 型发动机推向极致，打造了双顶置凸轮轴的 LT5 发动机，其输出功率为380马力。DeLorean DMC12， 看过电影《回到未来》以及《头号玩家》的观众应该对这台车有所印象。DMC12 的底盘便是基于路特斯 Asbury 打造的。
12年后的今天，劳斯莱斯在确定当下技术足够打造一台电动车。闪灵虽然是一台最贵的电车，但也是国内性价比最高的一台劳斯莱斯。因为基于税率，闪灵是无法卖到这个价格的，所以过去很多需要选装的配置在闪灵上都是标配。闪灵继承了劳斯莱斯移动供电的核心理念，向世界交出了一份劳斯莱斯对于新能源的答卷。电车不一定要追求极致的性能，凭借电机的先天优势，可以让其在既命豪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不过，凭借我国作为新能源强国的领先地位，在未来一定会诞生一家超过劳斯莱斯的品牌，向世界宣扬什么是中国式豪华。